那你就是我的将军，我是你手下的小兵。两人亲着亲着，不知怎的就上了炕。谢怀谦道：我觉得这2日又好上了许多。二郎也不怕被人听见了，也不害羞了？不害羞，我现在恨不得死在你身上。那还是别了，那多磕碜人呢。眼角眉梢带着那丝丝的柔情，舒婉的一颗心都能软成一团水。我发现这内裤是极好的，锻炼时不再晃荡了。你身上的也好。怎么个好法？反正特别好，白日里不要勾引我。明明是你勾引我。舒婉，你觉得二郎能参加春闱？那我不勾引你了。可我喜欢你勾引我。他亲吻着舒婉，拥着她，但情到深处时，舒婉突然掏出一个东西来。往后带上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小雨伞。因为是第一次使用，舒婉亲自给谢怀谦戴上，然后亲了亲他。二郎，我暂时不想有孕。好，不如傍晚咱们去接二郎回家。等傍晚大哥他们回来商量一下买马打马车这事吧。咱家用不上吧？怎么用不上？虽然咱们现在落户府城，今后科举不管府试、院试还是乡试，都是在随州府，但春闱呢？春闱可是要去京城的。京城离着咱们这地儿近900里，没有马车如何过去？舒婉，你觉得二郎能参加春闱？在他看来，能考个举人都是谢家祖上积德行善得来。那自然，若谢怀谦考不上进士，怎么给我当大腿啊？傍晚时分，舒婉还是出门了。娘，婉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舒婉惦记二郎，便喊我一起来接二郎。多谢婉儿。行了，回去了。冻了1日，可得好好休息。考生考完，县官便开始评卷。谢怀谦算是出来早的，有些考生还在趁着有点日光奋笔疾书。夜里，谢怀谦拥着舒婉道：县试还是简单，端看后的府试和院试了。舒婉，我怕我再像那2回，可我又想，之前之所以倒霉是因为没有婉儿，如今我身边有福泽深厚的婉儿，我还何惧之有？那为何愁眉不展？说来惭愧，不过是考前一点紧张心态罢了。两人说着说着，却不知谁起的头，又亲在一处。两人已经有7、8日不曾亲近，这一亲近便如火烧燎原，生生不息，直到后半夜这才灭了火，相拥而眠。第2日上是县试出榜的日子。谢案首是谢怀谦，此人是谁啊？舒婉与谢怀谦用了早膳，便被宁氏催促着出门看榜。咱们省府何时出了这样的人物呀？两人俱是一惊，挤进去一瞧，便见谢怀谦的名字居于圆形正中。谢案首。按手娘子。府试在4月，府试若能过，紧跟着6月便是院试。谢怀谦彻底闭门不出，每日在家研读书本，不可谓不辛苦。随着府试临近，随州府的人也多了起来。谢怀慎又想开第3家铺子了。舒婉与谢怀慎探讨一番，便让谢怀慎去另下铺子。宅子更不够用了，舒婉回去与宁氏一盘算，趁着如今房价还未上来，直接买了离着贡院隔2条街的那栋2进院子。清理出来之后，一家人干脆利索的搬家了。徐兄，张先生，许久不见，两位安好？ 2人忙回了礼。舒婉知道他们要谈正事，便跟着宁氏一起出门了。徐公子偷偷跟我说是好事儿。果然，等人走后，谢怀谦满脸喜色道：张先生代表书院来，是想让我去书院读书去。考中县案首，可以去县学读书。这倒也是好事。但如果去书院，则需要住宿了。不是有巡修吗？巡修的时候回来就行了。走吧，瞧瞧我们自己的院子去。买这大宅院是谢家生活条件的巨大飞跃，这用宁氏的话来讲，是8辈子都没想过的。如今倒是住了大院子，却是托了舒婉的福气了。你先还是我先？谢怀谦站着不动，也不撒手。舒婉瞧着他越来越红的脸，惊讶道：你想一起？行吗？我当然没有问题，你行吗？他一转身，便瞧见舒婉站在那儿，
身上只剩了内衣内裤。舒婉注意到他的目光，故意扭扭腰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他伸手将自己衣带解开，却有些后悔这个提议了，因为他有了反应。快点儿！他伸手将舒婉抱住，肌肤接触时，谢怀谦闷哼一声：“你洗澡还带烧火棍啊？”对，准备棒打妖精。舒婉向来是个大胆的，谢怀谦被他引着也是越来越过火。不多时，浴桶里传来不一样的声音：“即便要入学，今日也得回来。”快去！舒婉摆手，但人走了，宁氏才笑道：“二郎真是舍不得离开你呢。”舍不得也不行，他还得去赚前程，给我当靠山呢。没错。瞧着舒婉越发明艳不可方物的一张脸，宁氏觉得若没点本事，恐怕是护不住舒婉的。往后在那读书，莫要跟人说你我二人是兄弟。为何？我如今做着商贾之事，让人知晓你是商贾弟弟，这对你不好。大哥，这话以后莫要再说。你我是兄弟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别说你是商贾，即便你是乞讨的乞丐又能如何？我们的身份又有何见不得人的？各行各业，哪个不是凭借自己的双手赚取银子养家糊口？我不认为这是丢脸的事儿，相反，我认为他们该羡慕我，出门便有兄长的铺子，想吃什么也能吃得上。二郎，我们是兄弟之事，有些人是知道的，刻意隐瞒，反而给了人攻讦的把柄，不如就大大方方的。大哥，咱们兄弟走到这一步，日后当官靠我，外头却要靠你经营。咱们兄弟之间不该分官还是商，旁人如何，与我们无关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儿。好，那二郎若过了考试，日后我便提前给二郎准备好午膳和晚膳，日日都有好吃的。咱们兄弟之间不该分官还是商，旁人如何，与我们无关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儿。好，那二郎若过了考试，日后我便提前给二郎准备好午膳和晚膳，日日都有好吃的。你可是出名了。我走到这一步不易，又岂会因为旁人的目光就断了自己的习惯？要不你先在这边住？不用，我自己过去那边就好。行，有事你便喊一声。本以为是不想的，没想到自己躺炕上的时候，还是抑制不住向谢怀谦了。原来男人也有用的时候啊。谢怀谦躺下，心里开始想舒婉了。两人做真夫妻也没有多久，可他就是离不得舒婉了。两人哪怕不是夜夜欢好，可就是那么拥着入睡，他也睡得极为踏实。如今躺在这儿，神色冷静，倒是有些孤枕难眠的意思。大公子专门留了那桌子，往后二公子过来，直接过去用膳便好。如今是3月的天儿，已经暖和许多。谢怀谦进了屋里，小心过去，忽然瞧见桌边坐了一身穿红衣的女子，谢怀谦心跳都快了几分。我突然想吃外头的炊饼了，我们不妨去那家尝尝。哎，都进来了，还走什么走啊？走吧走吧。目光徐正贤便是赵魏也瞧见了，拉着3人便出去了。婉儿，舒婉瞧着他这傻样子，不禁笑了一声。快尝尝我的手艺，我可不是轻易下厨的人。我明白。谢怀谦满脸的喜色，哪怕夹菜，眼睛都恨不得粘在舒婉身上。我们在这附近走走。你时间来得及？自然，还有小半时辰。我怎么瞧着这些人都在打量你啊？啊，估计因为早上之事吧。你在书院也早起跑步锻炼了？因为此事，我与徐子睿2人辩驳几句，估计便是那时注意到我的。那你可是出名了。我走到这一步不易，又岂会因为旁人的目光就断了自己的习惯？何况我说的句句在理，信不信的话都在他们自身。我话说到了，若还因此嘲讽于我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又说了几句在书院的生活，舒婉便催着他回去了。你明日还来吗？想什么呢？偶尔来一次就不错了，我还得写话本呢。啊，那你先写，等巡修时我再给你抄写。谢兄如此，莫不是将霉运都分给了其他人？第2日一早，书院那处用来张贴告示的地方便贴了众人惩戒。啊，谢兄，
恭喜谢兄！谢怀谦过去一瞧，心里也畅快不已。他是钉子班唯一的一个甲等，不少人纷纷道贺。谢兄如此，确实没有一丝霉运照顶的迹象，莫不是将霉运都分给了其他人？有人不信，也有人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与谢怀谦拉开了距离。谢兄，我本不欲多说，却又忍不住不吐不快呀。谢兄的确学问高深，可谢兄敢说你以前不是霉运照顶，倒霉至极吗？关于谢兄这事儿，几乎无人不知。众乡邻都言谢二郎倒霉至极，先克父，父死又克母，母亲体弱多病，之后再克兄，兄长因你残疾。想必大家都见过，便是学院门前开铺子的谢家14掌柜。哼，谢兄，你敢说这些与你无关，不是因为你霉运照顶才如此？在谢某年幼时，有位游方道士的确给谢某批命，而谢某的确自幼丧父，母亲病弱，兄长残疾。可又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变故是因为我的运道？不管是村里人，还是以前我那些同窗，又有哪个曾因为我倒霉过？我与谢兄去岁便认识，关系也亲近，这般时间，为何我还未倒霉？还有我，大家谁瞧着我倒霉了？我与谢兄相识后，非但没有倒霉，反而与他交流学识，成绩更上了一层楼。前日我才被先生夸奖过，便是得谢兄指点。不错，之前在下便与谢兄相识，也不见倒霉。我非但不觉得谢兄霉运照顶，反而觉得谢兄吉星高照。在下也附和。今早我便跟着谢兄练习，谢兄不吝教导，也不见我有倒霉之处。谢家以前家贫，如今却也小有家产，难道如今的发家致富不是因为我兄长勤劳，反而是因为我借了谁的运？敢问我借了谁的运？我若有如此大的本事，还会在此？干嘛不借到京城去，直接做个达官贵人？在下与徐兄非亲非故，又无怨无仇，实在好奇，徐兄从何处听说此事，竟拿这等荒谬之言污蔑于我？实在凑巧，我家中有一妾室，正是谢兄娘子的嫡亲妹妹。你七妹既是你亲眷，又为你同乡，哪里还有假？七妹，抱歉，我娘子去年许配给我时，便已经与父母断绝关系，亲笔写下断绝关系的文书。徐兄还是莫要乱攀关系的好。至于缘由，徐兄难道不知，我娘子是你外室嫡母所生，早在去年便被狠心继母发卖，最后进入了谢家。舒婉被卖之事之前闹得沸沸扬扬，不少人知晓。早在去年便被狠心继母发卖，最后进入了谢家。徐兄，这可不好，你养外室已经不妥，如今竟胡乱攀附，绝非读书之人该做之事。徐兄，我是否霉运照顶，自有人验证。可徐兄养外室，将家中妻子又置于何地？可对得起这些年读的圣贤书？几句话的功夫，便转变了方向。你莫要血口喷人！难道舒氏不是你外室？大年夜不是你娘子找过去，闹得周遭人鸡犬不宁？哼，我为甲字班人，我拒绝接受你进入甲字班。甲字班是你开的吗？由得了你拒绝还是接受？谢兄，我们丁字班虽然学识差些，但不搞那一套，我们随时欢迎你。恰在此时，张先生过来询问此事，言明谢怀谦可以直接去甲字班。多谢先生美意，但学生认为，学识高低不在于是在甲字班还是丁字班，况且学生不愿与人品有爱之人同窗而读。不吃饭就出去，在这儿哭好，你哭丧呢？学识高低不在于是在甲字班还是丁字班，况且学生不愿与人品有爱之人同窗而读，所以学生愿意继续留在丁字班。谢怀谦这话如平地一道惊雷，将在场众人惊得不轻。你便是因为徐子睿所说的话？一方面吧，只是学生认为丁字班也一样好，带着舒心。不错，那便留在丁字班，下次小考时你有后悔的机会，还不跟谢怀谦道歉？
枉你还是读书人，竟在书院大放厥词，宣扬怪力乱神之语，还诬陷同窗，这是读书人所为。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今日之事若传扬出去，你徐子睿还有何颜面？难怪谢怀谦不愿入甲子班，我便是你们先生，我都替你们羞愧。过了几天，舒婉终于想起自己那个病弱不能自理的夫君，于是在家做了几道小菜，便拎着出门往书院而去。姐姐，啪的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。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再喊我姐姐我便扇你。你怎能胡乱打人？你就不怕被书院的人瞧见，对谢怀谦名声不好吗？话才落，舒婉又一巴掌扇来。你问问谁瞧见了？这会儿也才响了散学的钟，书生们还未出来。至于铺子里的几个婆子和伙计，那都是谢家的人，又怎会给舒明月作证？我若是你呀，就赶紧的滚出去，不然再挨打，那可就真的没法看了。哎呦呦，你这是特意装扮过来瞧徐子睿的吧？顶着这张脸，不知徐公子会不会心疼啊？瞧着外头已经有人出来，舒明月故意道：“你要打便是。”舒婉直接拽着舒明月的衣领，将人扔了出去。来吃饭便吃饭，不吃饭就出去，在这儿哭好，你哭丧呢？婉儿，可有受伤？手疼吗？你家娘子用脚踹的人。吃饭便吃饭，不吃饭就出去，在这儿哭好，你哭丧呢？突然瞧见徐子睿等人出来，便哭着过去。公子，舒明月，离着我家铺子远一点儿，莫让你这给人当外事之人脏污了我家铺子。霎时间，徐子睿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周围的人瞧向他的目光都不同了，那目光中的探究和不屑，令徐子睿面如土色，羞愤异常。还不给我滚回去！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。难道他没看到我脸上的伤吗？徐子睿饭也不吃了，转身又进了书院。进门时与谢怀谦众人擦肩而过，恰好谢怀谦等人说了什么，正哈哈大笑。这笑落在徐子睿耳中，倒像是在嘲讽他了。徐子睿突然转身，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之时，竟然伸手猛推了谢怀谦一把。谢怀谦躲避不及，站立不稳，竟直直撞在了门框上，又摔在地上。徐子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变故来得太快，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这时，众人突然看见一个人影飘了过来。待大家反应过来时，徐子睿已经被人一脚踹在地上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是我的姐姐呀！你打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打我夫君？舒婉直接再一巴掌将人给扇出去几米远去。吵死了！在他们眼中，谢怀谦的娘子虽然不是那么善于交际，却也温和有礼，却不想竟这么厉害。婉儿，可有受伤？手疼吗？说着抓着舒婉的手便查看起来。你家娘子用脚踹的人。娘子，下次仔细脚疼。难受吗？说着还朝他眨眨眼。碰瓷了？有些头晕难受。夫君，你别吓唬我呀！谢怀谦的脸本就白，这会儿还真的多了些病态。徐子睿简直活久见了，这是要倒霉了。这时候书院的先生们出来了几个，询问到底出了何事。众人七嘴八舌的说完，先生顿时黑了脸。徐子睿，你3番2次生事，可有一点读书人的气度？是舒婉先打我的，他还打了我夫君。你是何人？有书生在张先生耳边说了一句：有辱斯文，你们都跟我进来。先生，徐子睿是我打的。你是谢怀谦的妻子？是，我本过来探望夫君，不料恰好瞧见这人推我夫君。先生有所不知，我家夫君自来体弱多病，被这一推摔在地上，已经出现不舒服的症状。那么这位公子是不是该赔医药费，还有读书误工费啊？你也踢我了？你还能在这儿叫嚣，说明没事儿。况且我一介女流，又如何伤得了你？不然你站在这儿，任凭我将你打成我夫君这般，这事儿就算了，如何？两人状况如何一目了然，纵然徐子睿想要反驳，都找不到恰当的话来。那你要赔多少？我家夫君身体弱，平日家里做生意的钱都是买人参、燕窝这些补身体。
如今被你一推一撞，少不得还得再多买些，那就赔100两营养费，再加10两误工费好了。那就赔100两营养费，再加10两误工费好了。我家夫君眼瞅着要参加府试，若因为耽误了考试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众人原本觉得舒婉狮子大开口，如今被一提醒，大家才想到，谢怀谦虽然成绩都能达到甲字班的水平了，离着府试不过月余，就谢怀谦之才，说不定今年得拿小3元。若因此耽误，的确可惜。你可服气？既然这位公子不肯，那我还是打回来吧。我们谢家人可不吃这哑巴亏。我给便是。那你取了银子，到时候直接给我夫君便是了。谢怀谦与他对视一眼道：我夫妇2人愿意将这110两银子捐赠给书院，用于书院购买笔墨用品，也算是我们夫妇的一片心意。而徐子睿的脸别提多黑了，这银子明明是他的银子，书院平白得110两，张先生心情好了些。他赞许地瞧着这夫妇，觉得这夫妇2人都不是简单人，当即道3声好。这徐子睿若还欺负你，你便与我说，我半夜掏他麻袋去。至于这位公子言行是否符合一名书生所为，便不是我等能掺和的了。书院如何处置，与我们也再无关系。徐子睿，你跟我去见山长。谢怀谦，今日许你半日假，且回去休息，明日一早再过来读书不迟。学生可以撑得住。张先生便不再多言，带着徐子睿便走了。大姐姐，你怎能如此对我？我们是亲姐妹啊！断绝文书当日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家瞧着谢家日子好转，便3番2次来攀附我家。怎的？你爹娘都没有教过你何为礼仪廉耻？你好歹也是徐公子的外甥，听闻他还是甲字班书生，学识过人，竟没教过你。文书过了名录签字画押之后便有了效力，还是徐公子已经养不起你，需要你来碰瓷攀附才能过日子了。周遭之人并不喜欢外室，为此不耻，如今听舒婉之言更是赞同。既然已经断绝关系卖了女儿，便不是舒家人，如今再攀附，未免吃相难堪了。多谢诸位仗义相助，今日多谢诸位为2弟维护。今日在我谢家用膳，一律免费。一顿饭兴许用不了多少银子，但如今人多，加起来便不是小数目。难得的是这份心意，再伺机刚才的110两银子，众人对谢怀谦的好感更甚。这徐子睿若还欺负你，你便与我说，我半夜掏他麻袋去。婉儿，今日多谢你替我出了这口恶气。说着又简短地说了一下前几日的事。舒婉眉头皱了起来，这狗日的，什么日的？什么意思啊？等你巡修回去，我再同你解释。去吧。瞧着人进去，舒婉脸上笑意才落下。看来刚才揍那徐子睿还真是揍轻了，欺负我的人。这2日有好几个媒婆上门，给大哥说亲的。是，说了2个，姑娘也都是附近的住户，不过都是商户之家。是不是还不太行？如今咱们谢家虽然也经商，却与商户还有所不同。我与你大哥商议过，打算等2郎回来，便给你们分家。您是为了不让大哥的生意影响到2郎？是啊，我们自家虽不觉商户低贱，但世人却对商户有很大偏见。2郎眼瞅着要考中秀才，若是顺利，秋日兴许还得乡试，明年春闱，再之后可能做官。若有个经商的兄长，恐怕会有人以此来攻讦2郎，有所不妥。所以不如趁着现在一切刚开始，便及时分家。分家不离家，2家还是在这一处住，只是去官府换个户籍，更换黄册，如此一来也不影响，如何？那娘等2郎回来与他说便是，我没意见。隔了2日，谢怀谦第一次巡修，一散课，他便急急忙忙往外跑。我回来了。知道你回来，早就等着你了，快进来。娘，婉儿可在家？在，怎么可能不在？一进门就将院门关上，摁着舒婉就亲了下来。谢怀谦的吻非常急，如狂风暴雨一般不知收敛。谢怀谦想他，他也想谢怀谦。待发现小兄弟已经不满足时，谢怀谦道：婉儿，我去烧水。豆娘早就给准备好了，一起啊。
这样的好事，谢怀谦怎么可能会拒绝？尤其是还尝过甜头之后，浴桶里的水晃晃悠悠的洒了不少。舒婉照旧摸出一个小雨伞给他，谢怀谦面色潮红，清理干净后躺下，这才问道：“我现在是不是还不太行？”怎样才是真的行？莫要想太多，如今也不错啊。有些册子似乎没有。其实舒婉非常想拿个片儿给他看看，但又担心会被当成妖魔鬼怪。婉儿，我难受。还没等他反应，谢怀谦已经翻身过来，可怜兮兮地喊着舒婉的名字。我若瞧了其他女人，岂不是脏污了自己？我便不干净了，我难受。可怜兮兮地喊着舒婉的名字。婉儿，你教教我。舒婉脑子嗡嗡的，一咬牙，直接摸出一个手机来。给你看点好东西。这是何物？唉，我也不瞒着你了。谢怀谦一脸懵逼，舒婉一本正经的胡扯。我乃天上彩霞仙子，下界来体验人生，不想碰见了你这男人，勾得我神魂颠倒，欲罢不能。此物为本仙子的法器，凡人若得不到我允许，是瞧不见的。谢怀谦继续懵逼。舒婉有很多奇怪的地方，他都知道，但是听的这话时，谢怀谦下意识的就觉得这是真的，因为若非仙子，哪里有那么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？所以，我娶了一名仙子。谢怀谦有些不可思议，突然拥住舒婉道：“婉儿，那你会走吗？”就算我走，也是等你我老了之后，你死了，我才走啊。当真？我说的能有假话？当然全是胡扯啦。我信你。舒婉嗯了一声，打开相册，找出一个视频。能看看吧。画面才开始，谢怀谦就瞪大眼睛。这，怎么会有这样的？这二人是何人？为何会在这里头？妖精？你说？莫问，莫想，莫外传。那是自然。看看吧，与你我有好处。我若瞧了其他女人，岂不是脏污了自己？我便不干净了。又一想，舒婉既然有这东西，估计早就瞧过了。一想到这儿，谢怀谦心里就想喝了2斤老陈醋，酸不溜丢的，直接翻身上来俯身亲他。谢怀谦的学习能力毋庸置疑，舒婉很是受用。咱们今日分家，咱们虽然分家，但只是私下里分家，你们可明白？娘，我们都明白。道理你们都懂，我也就不说了。咱们家其实也没什么好分的，只是将买卖的事儿算个清楚，写清楚文书。之所以有如今的买卖，全仰仗舒婉的方子，没有他出方子又教你，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种田的货。娘，我懂。生意光有手艺还不行，还得有人操心。当然，舒婉也能自己请人打理，但少不得自己统筹全局。如今家中诸事生意，由你大哥负责，你也能省心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错。仍旧如之前所说，宁氏一人分得2成，一成作为养老，一成作为家用。舒婉作为出方子之人，单独占2成，剩下6成，每房各占3成。如此一来，大房占3成，二房加起来足足占了5成。宁氏对谢怀慎道：“如此分配，你可有想法？”娘，我认为如此分配极为合理。虽然我在外头张罗，可若无弟妹出的方子，我也不可能经营起来。况且二弟日后走科举，说不得要为官，无形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已经难得，如此分配，儿子认为很合理。你能如此想便好，然你如今尚未成亲，你自己能想明白，自然不会有问题。他日若成了亲，你须得提前跟你妻子讲清楚，莫要因为利益关系闹得不愉快。娘，我知道了。文书写完，4人各签字摁手印，这分家也就完成了。令舒婉意外的是，宁氏居然写得一笔好字。婉儿只知我父亲曾经是秀才，其实娘的父亲曾经也是秀才，便是外祖父为父亲启蒙，2人也算同门，日久生情。可不成想，
才成亲没多久便遭了灾祸，路上时，外祖父一家没了，祖母也没了，就剩下爹娘带着大哥在安州府安家落户。舒婉这才明白了，难怪宁氏瞧着与普通村妇有所不同，没想到也是秀才之女。今日我便不出门了，赶紧将你的话本子抄出来。这是你写的？不行啊，婉儿的字比之前大有进步。今日我教你写字，今年题目并不难。你这提前告诉我，你能过？兴许吧。考完了，二人也不再多想。回到家中，宁氏早就备好晚膳，大吃一顿，便被撵着回屋休息。待沐浴后，舒婉瞧见谢怀谦睡着了，便小心翼翼地在旁边躺下。不料才闭眼睛，那身边的男人已经栖身上来。娘子，你不是睡着了吗？婉儿，我想你。不等他回答，谢怀谦已经埋手在舒婉的脖颈间，又引着他的手检查。你不累吗？明日再来可好？可是我想你，真的，婉儿。你这男妖精！舒婉到底是耐不住他的撒娇，一会儿问他有没有进步，一会儿又问是否持久了一些，再一会儿又问能否再来点不一样的。闭嘴！谢怀谦赶忙闭嘴，老老实实当一回老黄牛，用心耕种。初时下午又去参加第3场，直至3场考完。公子中了，中了！公子中了府试暗手。二郎，娘的二郎。娘，如今二郎也算是苦尽甘来，后头还有院士、乡试、会试等着二郎呢。您激动啊，等着以后再激动。对对对，舒婉说的没错，你们回去休息吧，明日不是还要宴请同窗？今日答应邀请同窗在杏花楼吃酒，恐怕要耗费些银两。那不打紧，我听闻不少书生都会以文会友。如今是大喜事，你们一起吃酒也能增进感情，这些事都是必要的，都是必须开支。像我为了生意，也会宴请一些供货之人，是谋的眼前便利。二郎请，却是为了更长远。那咱们便都说开，日后这些往来开支，从用在家用的议程里出就是了。兄弟二人想要反驳，但宁氏坚持，就这样定了。现在有点像娇妻，还真别说，挺像的。夫妻俩回去西院，院门一关，谢怀谦便想将舒婉抱起来，结果抱了2下都没抱起来。怎么，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得了暗手，连力气也变大了？想抱娘子转圈高兴来着。舒婉笑得更欢了，她伸手将谢怀谦一把抱起来。婉儿，嘿，这样吗？谢怀谦捂脸，怕什么？这院子里就我们夫妻2人，你便是脱了裸奔也没人知道。舒婉直接给他来了个公主抱，谢怀谦倒是没挣扎，甚至还勾着他的脖子。我现在有点像娇妻，还真别说，挺像的。不过你是娇夫。虽不知院士能考多少成绩，但只要稳扎稳打，秀才肯定是稳了的。秀才这只是个开始，后头还有乡试会试，你加油努力，我还得抱大腿呢。谢怀谦伸手抱住了他的腿。这样抱吗？这样抱。我肯定会努力的。当然，你不努力，我就把你的大腿给打折了。你舍不得？那你可以试试，我不养没用的男人。我知道，我会让自己有用的。点了火又不灭，算什么好娘子？真没完了。太太，外头有人来找，说是找二奶奶的。是谁啊？认识吗？见过一回，他似乎是舒家人。舒明月。哎，瞧着年纪是的，不过瞧着情形不太好，人有些狼狈。他叫嚷着让您给他做主。前几日他在书院那边不知干什么，却发出惊叫声，然后将书院的人都给吵醒了。徐子睿似乎很不悦，将人带走了，兴许与此事有关。我去瞧瞧。舒明月毕竟是原书中的女主，有原书剧情在，
哪怕齐王是被我们夫妻所救，但难保不会有其他变故。舒婉与旁人不同，但他却将一些不同让咱们知晓，是信任咱们。像我能穿越，那舒明月说不定能重生。这世上的机缘太多了，舒婉可不保证没有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存在。二郎，你不跟着去瞧瞧？婉儿她不希望我跟着去的。娘，舒婉与旁人不同，但他却将一些不同让咱们知晓，是信任咱们，而不是畏惧咱们。若我们能保守秘密，让这些秘密烂在肚子里，那我们便一直会有如今这样的好日子过。倘若有一日谁将秘密说出，别说舒婉会翻脸不认，便是我也会如此。娘，希望您能理解，我如今成亲了，与舒婉便是夫妻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不容许有人伤害到她，不管是您还是大哥，都不行。你放心，我们不是不识好歹之人。我也不会说，即便日后我娶妻生子，这些秘密也都会烂在肚子里不说的。我的命是弟妹救的。舒婉是他们全家的救命恩人，不说逃荒路上，便是出来省府时，谢怀慎被人打那一次，若非舒婉出手，他恐怕真是熬不过来的。娘，大哥，我自是信任你们的，只是有些话需要讲明白，希望你们谅解。书院又进行一次月考，令人惊呆的是，钉子般的成绩整体上升了一个层次。抛开谢怀谦爬上所有人的第2名，仅次于蒋世旭之外，其他人皆与丙字般成绩旗鼓相当。这一下，整个书院的人都震惊了。下次回来，是不是就要去办理文书之事了？不用下次回来，再过3日便得回来办理文书，再过1旬便是院士。这是他头一次参加院士，甭管其他人如何说，他都稳得住。他该学的都学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用舒婉的话来讲，书院小考大考他都名列前茅，吊打秀才，还怕过不了院士？看吗？格外的美。谢怀谦，旗杆竖起来，该休息时好好休息。娘，二郎向来懂事稳重，知晓该如何做。您只管在家享福，莫要为我兄弟2人担心就是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不过等你哪天成亲了，我便真的放心了。不急，20多年的光棍都过来了，何必着急这一时？二弟日后想必大有前程，他这做兄长的旁的帮不上，只能在赚钱上多赚一些。饭后一家人闲话家常一会儿便散了。舒婉与谢怀谦回了西院，洗过澡后，谢怀谦拿了舒婉的吊带裙。婉儿，不如穿这件。舒婉身上包着毛巾，似笑非笑地接过裙子穿上，她偷偷瞥了一眼又一眼。好看吗？格外的美。谢怀谦，旗杆竖起来了。婉儿，我难受。婉儿。难怪后世许多女富婆喜欢包养小奶狗，可盐可甜，说的可不就是谢怀谦？便是拿10个8个帅哥来，我都不稀罕。我的谢怀谦实在是过于可口。说来也奇怪，之前鲜少见的隔壁的邻居，还以为这家深居简出，不善与人交际，没想到这2日见了，还能与我说笑2句。是苏家的太太？是，姓苏，家里还有2个待嫁的女儿。就是说，以前的时候很少碰见，最近出门却常能碰见。可有什么不妥？您想想，莫不是看上你大哥了？将午后苏家姑娘去偶遇谢怀谦之事说了。他们这是瞧上二郎了？兴许是的，不然为何偏偏崴脚在二郎车前？还是读书人家呢，竟是将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难怪那位苏太太话里话外的夸赞二郎人品高洁，学问又深得书院先生夸赞，又夸赞你大哥勤快能干，我还道他们是瞧上大郎，没想到主意竟打在二郎身上。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等任人欺负的人。舒婉，咱们谢家只认你这媳妇，旁的我们是一概不认的。若二郎敢在外头胡来，我定将他的腿也打断。娘，您不信我也得信二郎啊，他是什么性子的人，您还不清楚吗？放心吧，傍晚便叫黄彪送了信过来，他自己还委屈着呢。那书院会如何处置徐子睿？
只怕书院会为难。徐家毕竟有不正使的关系在，据说徐子睿有一个姐姐，还是给不正使做妾，恐怕也只是如上次一般，责令回家闭门思过一阵子。于徐子睿来说，无伤大雅。书院若不好惩罚他，那便罢了，我们自己收拾他。套麻袋也不是不可以，徐子睿喜好享受，等巡修时候，我们等着暗地里掏他麻袋，打他一顿便是。即便他猜测出是我们做的，那又如何？也没证据不是？是了，没错。两人到了青山书院门卫。婉儿，等我回去。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等任人欺负的人，便是我打不了的，我必定会与你说的。好。带人往书院中去了，舒婉这才回转。徐子睿依照做小官的父亲和做妾的姐姐，在随州府过得一向不错。白鹿书院恐怕真难真的惩罚于他，一个麻袋罩上去，一脚踢在徐子睿的嘴上。不是喜欢说一些难听的话吗？那就让你说不出来。徐子睿嘴疼的麻木，想要呼喊就也张不了嘴，拳打脚踢，招招阴狠，有些动作直接踢在隐蔽处，令人疼痛难忍。徐子睿到底是书生，舒婉都没打个痛快，人就晕了过去。舒婉摸了摸脉搏，知晓还有气息，又将他身上的银子给掏了，做被打劫的模样，这才回家去了。娘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你出门我便知晓了，没其他事吧？宁氏心都提了起来，瞧着他身上的黑色衣服道：快脱下来，我们这就清理了。您不必担心，那人没有瞧见我的脸的。婉儿，我定会考上举人，考上进士，再也不让你们受到一丝威胁。您不必担心，那人没有瞧见我的脸的。待躺在炕上，舒婉回想着谢怀谦一路走来的艰难，这可是他自己选的大腿，谁都别想坏了他的好事。我估摸着徐家不会善罢甘休。不过徐子睿如此形态，估计使不了坏。等秋闱时，便要多加防范了。一家人说了一会儿，见宁氏仍旧忧心忡忡，谢怀谦又安抚一会儿，这才跟舒婉回到西院。婉儿，我定会考上举人，考上进士，再也不让你们受到一丝威胁。我信你，但我希望你能记住，莫要失了做人的底线。可若是为了自身安危，便是做坏人也无妨。我们不做圣贤者，却也不要做无底线之人，你可明白？明白。谢怀谦瞧着眼前的舒婉，忍不住又俯身亲下去。感受到他内处的变化，舒婉不禁愕然。明日傍晚便要入考场了，白天还能休息，那明日便不温书了。平日读书足够了。隔了几日，便是巡修的日子。傍晚掐着时间，舒婉出了门。待车子快到书院时，黄彪突然道：二奶奶，马车被拦下了。苏家那个？是。舒婉摸出手表看了眼，还有大约1刻钟，书院便要散学。问问要干什么？对方想邀请您明日去茶楼一叙。不去。我家二奶奶明日没有空闲，还请姑娘让开道路，我们得去接我家公子了。你家二奶奶是羞于见人？黄彪惊讶，鄙夷地瞥了对方一眼，嗤笑道：羞于见人的该是姑娘您吧？有事直接往家里找我家太太说去。谁家能见人的大姑娘，路上拦截人家马车的呢？还举人老爷的女儿呢？呸！那白眼一翻，嘲讽意味十足。舒氏，我有话要与你说。苏家真是好教养，既然苏太太不能管束女儿，我亲自登门问问苏老爷。你好生无情。那我的情不都是给了你了？你猜他还会躲人吗？那女子观他眼神，性子该是很执拗，等闲估计不会轻易放弃。那你打算如何做？若还上门，我直接找举人老爷去，难不成还能硬塞给我不成？伯母，您觉得谢公子该娶个什么样的妻子，对自身注意更大呢？你这桃花挺旺盛的。宜贤，不得无礼。谢太太，抱歉，孩子不懂事儿。伯母，您不觉得像谢公子这样的读书人，该找个门当户对、对他有注意的妻子吗？一个村妇如何能帮得上他？都说苏家是读书人家，我还当读书人家的女儿理应懂礼。如今一见苏家果真好教养。谢太太，孩子年纪小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这孩子
还不赶紧道歉？我不。谁家16、7的大姑娘还是孩子？16、7都能嫁人给人家孩子当娘了。苏太太跟我说这是孩子，你家的孩子在这出言侮辱我家孩子，怎的不见你开口？知女莫若母，女儿何等人，当娘的能不知晓？你非但不训斥，反而轻飘飘2句，当我谢家人好欺负吗？我没有，我说的是实情。谢公子他日考取功名，若让人知晓有一村姑娘子，岂不是叫人笑话？谢太太，您大可出门打听，娶妻是否该门当户对？村姑又如何？农妇又如何？我也是农妇出身。您不一样。于我心中，舒婉便是我女儿。你在此侮辱我女儿，我还说不得了。苏家真是好教养。既然苏太太不能管束女儿，我亲自登门问问苏老爷，举人老爷便是这样教养女儿的。贤家也是无心的。呸！好一个无心，那便是有意的。门外舒婉不禁轻笑出声，花厅里3人听见动静，纷纷朝外瞧去。这人是谁？长得为何这般好看？儿，你莫要再看那个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就是你口中的村姑舒婉啊。这是传说中的村姑啊，瞧着倒是也不错，可惜比我差了点儿。我家相公即便是纳妾，那也得找个比我温柔、比我漂亮的不是？苏姑娘人刻薄又不够漂亮，还想想其他女人的男人，这脸盘子可真大呀！大脸盘子想进我谢家门，怎么想当妾？既如此，我以后说不得也是你主母，我不得好好检查一下牙口，再检查一下身段，找个好生养的。贤家，我们先离去了。啊，急着走做什么？还没说完呢。娘俩羞愤异常，哪里还肯再待下去？抱歉啊，把你的桃花吓跑了。你可真行，找人盯着些，等苏老爷回来便报给我听，我要去找他谈谈。娘，不如我去。你去做什么？你一个做晚辈的到他跟前，万一被拿捏住逼你娶呢？甭管，我去。你也甭生气，如今您好歹也是秀才娘，而且二郎极有可能中举，所以啊，您更不必怕他们，只管趾高气扬的说便是了。此事等只管交给母亲去办，你莫要插手落个善妒的名声。将院门一关，冲个澡，再换上轻薄的衣衫，两人坐在树下。舒婉拿出一只雪糕，你能吃吗？能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甜腻腻的巧克力冰淇淋，瞧着不是很好看。谢怀谦试探着咬了一口，冰冰凉凉的，这是谢怀谦没吃过的好东西。果然，他娘子是天上仙女，不然哪有这等好东西？此为何物？是神仙吃的东西。这是天上的仙物，不过因为过凉，尔等凡人是不能吃太多的。怪不得。要不再吃一口？哦，不了，我看着你吃便好，你吃了我也舒坦了。又拿出手机翻看着，哪知谢怀谦误会了。婉儿，你莫要再看那个。脸可真大，这世上的小三还真是同一个爹生的，托词都是一样的。婉儿，你莫要再看那个。哪个？就是那个。我若想看呢？那些男人不如我好看。好了，我信你，但我看的不是那色儿。去年逃荒时，便是吃饱都成问题，哪想过1年多后，竟能吃这样好，不光买了大宅，连下人都买了许多。那便珍惜眼前的生活，让生活更好些。那时候不早，谢怀谦去烧了热水，不计二人洗了澡，这才入了室内。婉儿，只这一回啊。好。天亮时，舒婉打着哈欠送谢怀谦出门去书院，回去的路上带到胡同口。二奶奶，苏家姑娘又来拦车了，咱们直接撞过去还是怎么的呀？舒氏，你真心想为谢怀谦好吗？你就是个村妇，谢公子如今却是连中小菜园的秀才，只要用心读书，举人不在话下，说不得还能有个更好的名次。你这一点说的倒是不错。我父亲是举人，又是学堂夫子，学问极好。学问极好，怎的听说考了几次会试都未考中？你闭嘴，不许你侮辱我父亲。既然你说我夫君有大才，只要稳定发挥便能中举人，那么你父亲在我夫君面前也就不值一提了。
至于你，乔治像是读过书的，偏偏又没有人家读书女儿该有的美好品德。别说我相公瞧不上，便是送去寻常农户人家做妻子，恐怕都得嫌弃你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啊。舒姐姐，我知道你们有一起患难的情谊在，我也不奢望你能退位让贤，只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加入进去，我做平妻，这样他能顾念旧情，也全了我一份心意，也能为谢家带来助力，如何？呸！脸可真大，这世上的小三还真是同一个爹生的，托词都是一样的。我非但不会让你家女儿进门，还将闹得你们苏家在这随州府混不下去。舒婉抬起胳膊，啪的一声甩在苏怡贤的脸上。你想做什么？单手抓住苏怡贤的衣服，在苏怡贤哀嚎声中往苏家去了。妈，我是谢怀谦的妻子，听闻苏老爷是位举人老爷，我倒是想问问苏老爷是如何教导家眷，跑去我跟前言之凿凿要入门当平妻。你们苏家便是如此行事，那我是否可以去衙门找提学官大人举报你私德有亏，放任女儿做出如此道德败坏之事？事情未调查之前，这位娘子还是莫要妄下定论。可惜当爹的再如何挽回颜面，也抵不住家里有个拖后腿的闺女。爹，我就要嫁他，除了他我谁都不嫁。贤姐儿啊，你这是何苦？这是何苦呀？还不赶紧将小姐带回房中！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过去，谁都不许放她出来。是在下未能教导好女儿，请谢家娘子与谢太太能够原谅。原谅是不能了，毕竟事情太恶心。原谅是不能了，毕竟事情太恶心。只希望苏老爷能够管好自家女眷，莫要再与我家有所牵扯，不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我非但不会让你家女儿进门，还将闹得你们苏家在这随州府混不下去。你敢？那苏老爷尽管试试。或许旁人会为了不留下善妒的名义，说不得就接纳了苏一贤。可舒婉不怕，便是满天下都说他善妒，那又如何？他的男人就是头发丝儿都属于他的，谁也别想占他一丝的便宜。那便是农妇，也不该善妒。那可说不好，到底不是读书人家的女儿。谢兄瞧着也是读书人的典范，没想到竟娶如此妻子。你们在说我？读书人家的女儿，就是喜欢上赶着做妾。可惜啊，你苏家女别说是做我谢家的妾，便是做烧火的丫头，我都嫌弃。谢兄如此言论，也不怕叫人笑话。却见舒婉到了近前，不禁有些善事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方才说我不守妇道，你就是不守妇道。话没说完，舒婉便飞起一脚，将人直接踹了出去。苏婉已经砰砰两脚将这俩也踹出去了。偏偏找死啊！走了，莫要因这样的人脏了鞋子。回头换双新的。待我给你买双更结实的。这样的鞋底不够硬，带做一双放铁板的。苏家大门开了，苏老爷夫妻听见动静出来，瞧见三个儿子挨了打，指着舒婉，手都开始颤抖了。你欺人太甚！回头见啊！苏家人一个个气得要命，偏偏家里还有个为了谢怀谦要死要活的。呸！沽名钓誉，这男人除了一张脸还有什么好的？瞧着也不白净，不知道小妹瞧上他什么了。谢家那娘子也是如此，长得倒是俊俏，却堪比母夜叉。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！以为你会去将他们揍得下不来床，可没想到你直接将他们脑袋上的毛给剃了。半夜，舒婉起来，穿上一身黑色衣服，又拿着黑布蒙面，翻墙出去，又从苏家正门翻墙进去，找到苏家夫妻的房间进去，先将人打晕，再从空间拿出剪刀，给两口子把头发给剪掉，剪完还不算，另又拿了剃头的推子，给推个一干二净。行吧，看你们是否有脸出门。剃完夫妻俩的，又去剃苏一贤的。忙活完，舒婉又原路返回。快进来，我背你回去。你能背动了？试试。哎，快些！舒婉趴在他的后背上，谢怀谦的后背比以前宽阔不少，也结实许多。他慢慢的直起身，双手托着他的腿弯，
慢慢朝房间而去。你怎么不问我做了什么？做也不过出气，你又不会杀人。你怎知我未杀过人？兴许我杀过很多人。不，你不会。舒大福那样的人你都没杀了的。可我废了他，我是想慢慢折磨他。那下次杀人记得喊我一起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我以为你会去将他们揍得下不来床，可没想到你直接将他们脑袋上的毛给剃了。什么？有被爽到？如今城内读书人多，可座位就这么些，不如搞几锅大锅菜，客人来了端着食盘自己取喜欢吃的食品，有人专门负责这个，这样客人来了便能很快吃上，吃完便走人，就能空出位置，如何？谢怀慎如今对饮食这一块已经熟稔不少。这的确是好的，不过什么？但这种方法容易被人学去，恐怕不会为我们一家所用。被人学去也实属正常，像咱们14里的饮食，其他家不也有现学现卖的？可效果如何？可是我们做大锅菜，口味并不会比他们好上多少啊。谢怀慎，你不答应娶我，我便去死！想死回苏家死去，莫要脏了谢家的门。纵然如今我手艺不错，最多定1家，4家是跑不来的。何必非得自己去做？咱们铺子里的人如今大约也学出来一些，放手做就是了。有些菜品大可以放些卤汤进去，味道也会不错。即便与其他家无异也无妨。咱们家的14已经做出口碑。8月初9便是乡试第1场，号社内考生辛苦，贡院内一派紧张之势。令氏也在家中心神不宁，他不停地来回走动，嘴里喊着阿弥陀佛，只求谢怀谦顺顺当当考完。舒婉瞧着他如此，竟也多了一丝紧张。毕竟谢怀谦能否考上，关系到他未来大腿是否粗壮的问题。弟妹，这是发生何事了？有些人嫁不成二郎，将主意打到大哥头上来了。大公子，此事有些误会。这有什么好误会的？我谢怀慎便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会娶你苏家女的。怎么，觉得我一商户还是个瘸子？你们愿意嫁，我就该收着。抱歉，我谢家不收垃圾。对了，娘在家吗？我去寻她。在呢，大哥先去。谢怀慎，你不答应娶我，我便去死！想死回苏家死去，莫要脏了谢家的门。舒婉拦住正打算上前的苏一贤，一把拽下他的帷帽。哟，长出毛来了！哎呦，您的也长毛了！再也忍不住羞愤，往苏家跑去了。明日贡院大开，届时必定客人也多，我得四处叮嘱，切莫叫人坏了事。一定要保证食材的新鲜，若是碰见可疑之人，宁愿得罪人将人撵出去，也莫要放进店内。你的意思是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吃食上最容易被人拿出把柄。只要谢怀谦中举，在随州府便不用担心。你再喊我一声，我可不管你是不是怀着身孕，我直接豁你脸。可若去了京城，也不知道厉滚厉欠了我好几百两银子的齐王殿下，如今是不是在京城了？往后能不能给我们当大腿啊？不当是不行的。救命之恩不需要以身相许，给条大腿忽悠我们周全，让我们能够狐假虎威也就行了。初时一早，舒婉便带上黄彪以及4个徒弟往贡院去了。你们谁家的？往一边去，让开位置！没瞧见是徐家的马车吗？哟，这不是徐家的舒姨娘吗？这是来接你家爷们儿啊！哎呦，可真是开了眼了，小妾来接爷们儿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再喊我一声，我可不管你是不是怀着身孕，我直接豁你脸。舒明月哪敢反驳，叫马车往后面挪了挪。别说他在舒婉跟前占不到一点好处，就是他爹娘来都占不到一点便宜，舒氏，你成亲也快1年了吧？到如今都未曾有孕。我是比不上你，早早就做了人外事，又背着正事怀上孩子。周围人发出嘲讽之声。你就是嫉妒。你大可以问问周围之人，谁会嫉妒一个妾室生的孩子？这不是自降身份吗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我家的妾，你怀孕不怀孕跟我家有屁个关系啊？
说话的功夫，贡院大门打开，头一批人已经出来。舒婉下车，站在马车前，第一眼就瞧见了他家的谢怀谦。谢怀谦也瞧见了他，朝他笑了笑，真是帅极了。婉儿，谢谢你。舒婉这辈子都忘不掉初见时这黑芝麻汤圆的小心思，如今过去1年多，这男人的心思比以前可是多了不少。男人，我谢家大郎便是一辈子大光棍，都不会娶苏家女。到家时，宁氏已经准备好膳食，一家4口难得团圆。谢怀慎问的必然是相识之事，有位发榜，便是问他又如何得知这个？虽未发榜，却也有点把握。不出意外，榜上有我名字应该是没问题。不过究竟多少名嘛，端看主考官大人及访考如何定夺了。谢天谢地，能中举就好。您大可再畅想一下进士。进士待日后再说，只要中举，咱们谢家也就跳出农门，由农彻底转为士了。婉儿觉得我能中进士，自然。若明年我未能中进士的，那就3年后再战。所以必须得中进士。那必然是的，只中举我们没有门路，根本不能授官，便是授官也只是芝麻小官，没个屁用。我定会加倍努力的。婉儿，今日便叫你学点新的。苏怡贤竟然出门了，顶着长了没多长的头发，拎了一根麻绳来了谢家门前，要在谢家门前上吊。他们实在欺人太甚。说罢，宁氏拎着一把菜刀出了门。我谢家大郎便是一辈子大光棍，都不会娶苏家女。你如此吊死便吊死，那我便拿刀抹了脖子在你苏家门前。我家二郎好歹也是秀才公，到时便去府衙状告苏家任由女儿逼死母亲。我能一次剃了你全家头发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一晚上割了你们全家的脑袋？想死？舒婉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狠狠地将人给摔在地上。舒婉左右开弓，开始掌掴，一声声打在苏怡贤的脸上。我的儿啊！那边苏太太冲出来，苏婉一脚将人踢出去。欺辱我婆母，我舒婉与你苏家不共戴天，便是告到府衙去，我也有道理。舒婉又是一脚踢在苏太太的身上。子不教父之过，既然苏老爷在家装死，那你这个做母亲的便替着受了吧。我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闹了。婉儿，多亏了你啊，若非是你，我这就得给人逼死了。舒婉突然凑近苏怡贤道：你说被剃掉头发会是谁干的呢？是你。对，是我，对，是我。你说就你们家那么几个人，我来去还挺自由的，我能一次剃了你全家头发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一晚上割了你们全家的脑袋还不叫人发现呢？怎么想喊出来叫旁人都知道啊？何必呢？谁信呢？啊，苏怡贤，好好想想，以前我不跟你撕破脸，别以为我就好脾气了。娘，我们回家，但凡儿媳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叫人欺负了你去。快快，我听着有锣鼓声了，黄苗说了你是解元第1名，你的文章就在公园门口贴着呢。谢怀谦脸上露出喜色，瞥了眼舒婉，那得意求表扬的小模样就别提了，舒婉都没眼看。好，我们这边过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我做梦都没梦到过这一天。他觉得最多能中举，没想到还是解元。我们是夫妻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好了我才会好啊。到家时，不管是宁氏还是谢怀慎，却都等着他回来，听他讲鹿鸣宴上之事，又听他说拜师之事。以后你就有个做京官的老师了。是。不出意外，今后谢家与石家荣辱就绑在一起了。这老师必须拜不可。已经拜了，明日我准备一份拜师礼送过去，这也就昭告了众人。况且娘，对方是那样的身份，莫说他是陛下近臣，便是他为人奸猾，只要他开了口，我便没有拒绝的余地。娘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说的只是个可能，
如今看他喜气洋洋的，那石大人定然是个好官。娘子所言极是。所以你吓唬娘和大哥做什么？二郎错了，知道没事就好。娘不懂这些，外头的事儿我们没法帮衬，你自己有数就好。快回去歇着吧。今日我可是紧张。可你应对得很好，至少旁人看不出你的紧张忐忑，还以为你很从容，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多少人都做不到你这样的。今日老师问我如何看待党争，当时我脑子嗡的一声，差点就懵了。不过好在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问题，我很快便反应过来了。婉儿，多亏有你。像你说的，我们是夫妻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好了，我才会好啊。第二日一早，趁着谢怀慎还在家里，谢怀谦便说了进京之事。我觉得宜早不宜迟，待天冷再走，路上不好走。9月初便走的话，还能到济南安府乘船北上，能省不少事呢。那咱们具体哪日走？另外，去了那边该如何住宿？咱家现在有些银钱，那边买宅子，京城宅院便是贵一些，可以先买个小一点的，待我赚了银子送过去，再买大的。大哥，您不一起去？我去了，这里一摊生意怎么办？你们带着黄彪先去，有黄彪他们跑腿，会放心。带着黄彪先去，有黄彪他们跑腿，会放心。待我将这边安排妥当，再培养出来几个合适的人接管这边，我再去。哦，弟妹有空时可以瞧瞧那边有无合适的铺面，咱们也好租下来继续做买卖。你快些培养。我知道了。哟，闻着不错呀。你做的？我娘子做的。听闻学生今日过来补拜师礼，便一早起来准备的。不错。学生带妻子，谢过老师夸奖。他将盘子端出来，又将青菜瘦肉粥盛了一碗放在师姐跟前，便立在一旁准备伺候老师。嘿，我今年才40岁，没老的需要你伺候。坐吧。师姐用完早膳才道：你成亲了也好，这样便是来日中了进士，也不用担心被人拿捏婚事。不过你自己也要有个盘算，有些人是不管这些的。娶妻也可休妻再娶。闻言，谢怀谦大为震惊。不过那是以前，你都拜师了，也是有靠山之人，怕什么呀？我上头也还有老师呢。多谢老师护佑。不是我护佑你，是相互护佑，也是传承。我有一对双生子，奈何两人资质平平，今年20有3，却只是秀才功名。日后我们这一脉，就看你能否挑起大梁了。接下来，石杰又与谢怀谦讲了一番他师承何处，便是如今内阁阁老，也是如今户部尚书杜静云。老师不习党争，也不参与党争，只为陛下守着钱袋子。临走时，谢怀谦询问了他们离开的时日，竟在明日。那明日学生来为老师送行。该干嘛干嘛去，京城再见就是了。我等大约9月中旬动身。郎怎的来了？听闻二郎中了举，香菱便托我来瞧瞧。来瞧瞧举人老爷。我们谢家与村里似乎没有多深的交情。是。宁氏皱眉，想要说话，被舒婉劝阻。我跟老村长谈谈，咱们交情也就那样，也甭讲一些虚的。你就说说来的目的吧。你们还好意思来找好处？当年家里遭了不少的难，孩子爹又没了，村里怎么说的？竟然将罪责推到二郎身上。那些年村里人怎么说我们家的，怎么说二郎的，你作为村长，可曾为我谢家为二郎说一句话？老村长低垂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因为这些都是实情。二郎去府城参加府试，想多找人看顾，村里没人愿意。等兄弟二人在府城遭人打的时候，村里人又说多亏没去，都是因为二郎在幸。那时候你又在哪里？二郎与你家侄女自小定下的亲事，因为听信旁人二郎在幸传言，吓得赶紧退亲。你这做村长的可曾为二郎说过一句话？村里人可曾对二郎有过一个正常的眼色？二郎那些年所受苦楚，
内心有多煎熬，你们谁又能知道？宁氏鲜少有这样激动的时候，他双目赤红，攥着拳头靠在舒婉身上。二郎那些年过得苦啊！若非舒婉的到来，二郎别说科举，便是能学几年都不一定。若不是猛不丁的跑出这么个人来，宁氏这辈子恐怕都不想再记起以前的事了。现在看着二郎中举了，想着来沾好处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他扑通一声，竟给宁氏跪下了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呀！此起彼伏的哭声叫舒婉颇为无奈。谢家当初受过的煎熬，他明白；老村长他们当初的顾虑，他也明白。他思索半晌，叫人将老村长扶起来，这才扶着宁氏出来。娘，你信我吗？我便是不信，谁也不能不信你啊！若没有你，哪有谢家如今？我琢磨着，估计是想说靠挂田地免税之事。可他们去年不是才开荒，不是说免3年的税？是啊，免3年的税，那3年之后还是得交税。如果挂靠到二郎身上，那就不用交税。他们想的倒是美，我们不乐意。不，娘，我们得答应。这地呀，还真得挂靠到二郎身上。他们以前那样对咱家，凭啥还得给他们免税？娘，二郎如今什么身份？他们什么身份啊？二郎如今是解元，能考到这成绩，明年春闱只要发挥正常，不出意外，进士是铁板钉钉的事情。如此一来，不管是入翰林院还是其他安排，终究是要做官的。如今又把翰林院试读学士做老师，说一句前途似锦也不为过。二郎还缺什么？您知道吗？不知。钱和才华，二郎如今都不算缺，虽算不得富甲一方，但小富即安足够。唯独名，这个不好经营。他最近时常与人来往，是为名。叫永宁村人将田地挂靠在谢家名下，也是为了名。在二郎不显眼的时候，这件事不会有人关注，但等有朝一日二郎往上爬，这便是二郎的名望。以德报怨，换之以恩情，到时候永宁村还会有人敢说二郎一个不好的字眼吗？别说永宁村，便是徐宁村，咱们也得挂靠一些，叫他们无话可说。您看，咱们身份跟他们不一样了，二郎出门，等闲人都得喊一声举人老爷了。是啊，放宽心吧，二郎是之前事件的经历者，没人能比他更清楚那时候的煎熬。但我也相信，他能站在最佳利益的点上做出最好的判断，我们只管相信他就是了。听你的。舒婉说的没错，谢家现在都脱离农户，变身为士，以后他可是能当官的娘的人，何必再跟那些人计较以前的那些事儿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谢怀谦一头扎进舒婉怀里，委屈道：被人欺负了，差点又被碰瓷了，我好可怜啊。委屈和可怜没瞧出来，反而觉得很搞笑。有人想占我便宜。那你跟我说说，谁要占你便宜了？真是不想活了。说话呀。不想说。那你就别说了。不行，还是得说。你还记得我以前有个未婚妻吗？今天见着了。不光见着了，对方还喊我二郎。他怎么能喊我二郎？二郎是他能喊的吗？我记得你不是说过她嫁人了吗？还嫁得挺早的。是，不过她嫁的男人在孩子2岁的时候就死了。逃荒之时她就回村里，因为她大伯是村长，他们家在村子里日子也过得好一些。当初逃荒时对我避之不及，觉得就算她守寡了我都不会放过她，还偷偷的警告过我，叫我离她远点，就算她守寡了，2嫁都不会嫁给我。不过叫舒婉听着都能感受到谢怀谦的恶心和烦躁。他肯定也没能近你的身吧？没有，我一听见他喊着二郎追过来，我直接钻车上叫黄彪赶车走了。他要是识趣，就此罢休，那是最好，不然我会叫他尝尝被整个村子的人嫌弃辱骂的滋味。当年是他挑起来的。要不然呢？那时候我与他有婚约，谢家本还可以，奈何父亲一病不起，钱也花了，人也没了，母亲身子又不好，我又读书，家中捉襟见肘。那时候他叫我不要再读，我不愿意，他便说那就别怪他了，
于是他又重新挑起流言，叫众人唾弃我、嫌弃我，而他与林村一后生好上，他的父母又来家里退婚，于是就这样了。所以现在守寡了，瞧着你发达了，又想凑上来，他难道不知道你娶妻了？怎会不知？那时候咱俩的事儿，2个村子哪有不知道的？这姑娘的脸皮跟苏怡贤有一拼啊！这姑娘的脸皮跟苏怡贤有一拼啊！你这属于烂桃花了。形容极为贴切。是啊，你都知道，那你委屈什么？就想找个机会，叫你搂搂我。嚯，这声音又开始撒娇了，招夫又开始了。似乎大了些，软了些。起看。不起。不光不起，还将舒婉压在炕上亲。村长，那田地的事儿为何没有我家？姑爷。村长，我突然觉得今儿这事儿怕是不能办成了。嘿，你来做什么？赶紧滚回去！你家有个做小妾的女儿，日子过得本就好了，何必追究这几亩地的税？若是再闹腾，有你们家好果子吃。哎，姑爷啊，我知晓咱们2家有矛盾，我也不求你和婉儿能原谅我，只求你看在婉儿的份上，带着明贵去京城吧。你好歹教教她，她若有了功名，你们也能少些麻烦，不是吗？她有没有功名与我们何干？2家本就没有关系，可别胡搅蛮缠。即便写了断绝关系的文书，我是他亲爹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我打听过了，若你们夫妻坚决不认我这个父亲，待来日你们做官，我也能告上去。到时候你的名声可就被损坏了。爹，你别说了，举人老爷的确威风，我就瞧瞧举人老爷要不要名声。抱歉，你们村的田地我不挂了。举人老爷，他女婿好歹也是秀才功名，你们找他去不就好了？舒明贵，觉得羞耻了？大姐夫，休要乱攀关系。你读书就读了这些，你既然是既得利益者，又不能阻拦你父亲，那便不要在此再装好人。莫要以为我不清楚你的想法。若你父亲闹成功了，你便能得利；若失败了，你再表现得羞愧一些，那些坏事都是你父亲做的，与你也无关。我不是。你敢对着圣贤书发誓吗？以前不与你计较，如今竟还这副德行。如今我也告诉你，我不给徐宁村挂靠田地，都是因为你们父子俩来闹。你若想去告我，坏我名声，那尽管去。断绝关系的文书，还有当日情形，人尽皆知。我如今敢这样跟你说，待来日对簿公堂，我依然会这样说：欺辱我妻者，便是欺辱我，断不会忘记。举人老爷之仁义，我们永宁村永远铭记。若是有人损坏您的名声，那便是与我们整个永宁村为敌，我等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今日多加20亩地，挂于你们村头上。永宁村村长大为惊喜，当即道谢。回到家，谢怀谦将事情与舒婉说了，舒婉竖起大拇指。高啊！如此一来，永宁村会更加感念你的恩情。徐宁村是原本到手的好处飞走了，今后必定将舒家视为仇敌。2个村子的关系本来就不好，往后就更难合作了。本以为舒明贵是那傣族中的好笋，如今看来，还是我叫人想太好了。说舒明越坏，那也的确坏，可舒明贵才是那个藏在后头的伪君子，心思也更深一些。这样的人若养在身边，不光不会养熟，说不得哪天就能反咬你一口，防不胜防。的确，再过几日，咱们就要离开。日后的事，日后再说吧。好。谢怀谦又来白日那套，哼哼唧唧，粘人的很。舒婉没奈何，由他来了一次。接下来2日，谢怀谦去书院与众位先生告别，得了谭山长一通交道与普及京城之事，又去与书院中交好之人一起喝饯行酒。9日早起才查了茱萸，便要启程离开随州了。来此地不过1年半，谢家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在此地也发生不少事情。
如今要走，竟也生出不舍来。谢怀慎为送别，特意没去铺子里。王飘自然要跟着谢怀谦他们走，不过却将2个徒弟给谢怀慎留下，保护他的安全。谢家的家底到底薄了些，除了坐人的3辆马车，便是2辆拉行李的车子。他们此行一路北上，到济南府，再乘船北上到通州上岸，上去马车。谢怀慎又是叮嘱，宁是无奈道：我们这么多人，你担心个什么？倒不如担心一下你自己，万事定要小心，看紧门户，莫着了他人的道。您放心，我会好好的。待2郎中进士，这边安排好，我便北上一家团聚。马车缓缓开动，舒婉掀开车帘子，看着住了这许久的院子，慢慢远去。在济南的时候，救人真的没救错呀。但如果重来一回，我定会拉着你不叫你下去。婉儿，我希望你多考虑考虑自己。前程我会去挣，但你却只有一个。我不想为了这样一个人情而让你陷入危险之境。如果要你去换前程，我宁愿不要。行。谢怀谦无奈，他就知道舒婉没往心里去。那为了我，你也得保护自己。你看我这样软弱无力，若是离了你，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说话时，谢怀谦特意露出一丝脆弱，瞧得舒婉嬉笑不已。你莫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没有你，再好的前程我也不想要。我都未曾与你说，在你与他人之间，不管是我还是母亲，都只会选择你。婉儿，我们是要长命百岁的。2人那许久未坐，彼此想得起被窝里的热度不比烧了的炕差。然而半夜里，外头飘飘洒洒地下起了雪花。舒婉清晨醒来时，外头已经是白茫茫一片，灶上的水倒是合适，兑好后又老老实实过来伺候舒婉。要是让人知晓你在家如此伺候娘子，指不定怎么笑话你呢。我们是夫妻，彼此都熟悉，难道非要你伺候我才叫有男子气概了？那你说什么才叫男子汉气概？我有没有男子汉气概，娘子能不知道吗？咦，你好歹要点脸，你这是忘了才成亲时你不行的时候了？可我现在不是好了吗？啊？你笑什么啊？没有，已经不错了，好歹不开快车了。你嫌弃我？吃完饭我们便去老师家。我也得去。自然，好歹是第一次登门拜访，又有师母，你不去不好。唉，他们就是生活在社会底端，还达不到随心所欲的时候，想叫人捧着他，那么谢怀谦就得使劲往上爬，没有捷径。小伙子，加油啊！好，我加油。我已经成亲了，旁边的便是我娘子。母亲，这便是我在随州收的小徒弟，是不是很好？石老太太抬头朝谢怀谦瞧来，眼睛都亮了，笑眯眯的招手：“来，好孩子，到我这儿来。”谢怀谦便与舒婉一同上前喊人。老太太像瞧不见舒婉一样，问道：“今年多大了？”回老夫人的话，晚辈今年20。20了，不小了，那也该成家了。谢怀谦听得直皱眉头，瞥了眼舒婉，正对上他戏谑的目光。老夫人，晚辈已经成亲了。成什么亲？净胡说八道！母亲，您老是没听见呢，这孩子已经成亲了。您瞅瞅，旁边这个美若天仙的小姑娘就是他媳妇儿。什么媳妇儿？我不知道。老太太瞧都不瞧舒婉一眼，只对着谢怀谦露笑脸。这张脸真俊，配我家瑶瑶呀，正合适。祖母，您别瞎说。老夫人，我已经成亲了，旁边的便是我娘子。哦。谢怀谦眉头紧皱，这会儿别提多后悔拜师了。母亲，我先带他们过去我们那边了。你呀，就看不起我这个当娘的。老太太，您这话说的，瞧上瞧不上的，不都得叫娘吗？走，徒弟媳妇儿，咱回自己家。
4人离开，老太太气得眼皮儿都要翻天上去了。没有规矩！才踏出门，舒婉正好听得清楚，回头朝老太太咧嘴笑了笑，要多没礼貌就有多没礼貌。乡野村妇，我是乡野村妇，乡野村妇都知道有妇之夫不可惦记。您算盘都打到脸上来了，不愧是家里的老夫人。这话可谓是连石杰的面子都不给了。不想石杰却像没听见，与谢怀谦早往前头去了。你这孩子我喜欢，太对我胃口了。走，去我们那儿，我叫人呢给你做好吃的。你这孩子呀，性子直，但别和那老太婆一般见识。她呀，不是没瞧见你，就是故意的，想故意让我难堪呢。可她下了您的面子，不就是下了老师的面子？是啊，人家自诩大家闺秀，瞧不上咱们这种没读过几年书的。其实啊，他自己也没读过多少书。那他还好意思瞧不起别人？是啊，越是缺什么就越稀罕什么。他们去说他们的，咱们呀说咱们的。回头可得好好敲打敲打谢怀谦，这可是他以后的大腿。两人说着话，到了午膳时间，石杰的2个双生儿子已经出门游学，所以吃饭的人便只有他们4个。瞧得出来，石杰很注重学问的考察，便是用膳时也在与谢怀谦讨论，听得舒婉冷汗连连，听得曾氏头疼不已。说再说这些，你们直接去书房用膳吧。我们用完膳再说，不然这妇人没完没了。怀谦媳妇儿，你可莫要学你师娘管东管西。好。你瞧瞧，小辈儿都比你懂事儿。老师，我顶多管他个四面八方就是了。石杰一愣，随即哈哈笑了起来。曾氏也忍不住笑。你还没有字？没有。等我想想给你起一个。20岁的人了，怎能没有字啊？学生先谢过老师。二太太，老太太想请舒姑娘过去说说话。师娘，我该去吗？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二太太，老太太只喊舒姑娘一人前去，您别叫老奴为难。那就不去。去。师娘，劳烦您派个人跟着，否则我怕找不到回来的路。翠莲，你俩跟着一块过去。很快到了正院，舒婉这人也知道什么叫先礼后兵，便上前微微屈腿，喊了一声老太太和大太太。不料2人仍旧像没听见，瞧了眼旁边的椅子，直接搬过来坐下了。你爹娘就这么教你规矩的？抱歉，我没有爹娘教我规矩。那我今日就教教你，在长辈面前晚辈不得放肆。母亲，舒姑娘还小，你莫要跟个孩子置气。她家在乡下，父母不懂高门大户的规矩也是有的，莫要因为一个晚辈气坏身子。你这孩子，莫要与长辈置气。不，你搞错一个问题。你只是觉得我自己搬椅子坐下是为了跟长辈置气，其实不是啊，我是为了你们的脸面着想。你自己不知尊重长辈，擅自坐下，我如今教你反而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我为了你们的颜面坐下，还成我的不是了？我外来是客，客人登门，又是你们喊我过来的，结果一进门，你们连主家的气度都没有，兀自坐在那儿说话，茶没上一盏，话没说上一句。我为了你们的颜面找椅子坐下，不叫人说你们怠慢客人，你们反而指责我不懂礼，又上升到我爹娘对我的教养问题，到底是谁不知礼啊？母亲，儿媳无能，连一个小辈都说不得了。抱歉啊，你想教育晚辈，那就教育自家的子孙后辈去。我娘家姓舒，婆家姓谢，师母姓曾，婆母和师母倒是有名义说教我2句，倒是2位以什么身份给我立规矩，教我这个教我那个？倘若石杰因此事对他与谢怀谦不满，那只能说明石杰此人也是是非不分，不值得谢怀谦喊一声老师，大不了改拜山头。他倒是想看看石家敢不敢将今日之事传扬出去。你这下人好不知好歹，我好歹是客人，你们竟连杯茶水都不知道给上。师娘，今日恐怕不方便再打搅，我这便带婉儿回去了。不要太过分。哟，我哪里过分了？你们待客不周，故意冷落客人，
还是客人的不是了？无耻妇人，如此教养，也配做个谏元娘子，实在恬不知耻。听闻二叔收徒，我等都为其开心。那谢家解元倒是仪表堂堂，知礼懂礼，怎奈这妻子如此不堪？听听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谢怀谦他娘呢。我婆婆都不曾说我一句不好，倒是来做客被主人嘲讽。说着，舒婉站起来，突然哭了起来。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就是欺负人！随即，舒婉在婆媳俩惊愕的目光中，捂着嘴跑出去了。人生真的需要演技。跑出去这一瞬间，舒婉的心里别提多爽了。打人将人打趴下很爽，同样的折磨别人也挺爽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将人追回来！这要是传出去，那旁人该怎么说咱们石家？早知道这谢怀谦的媳妇这样难缠，他才不会陪着老太太在这儿给人立规矩呢。师娘，师娘，求你为我做主啊！他们欺负你了？婉儿，你怎么了？父亲！舒婉嗷了一嗓子扑进谢怀谦怀里了，扯着他的衣裳擦眼泪。谢怀谦眉头紧拧，石杰的脸都黑了。老师，师娘，今日恐怕不方便再打搅，我这便带婉儿回去了。他双手紧握，极力隐忍着愤怒。此事是石家的错，你先带他回去。谢公子，谢太太，方才似乎有什么误会，我们大太太想请谢太太过去说说话，好赔个不是。你们若想赔不是，那便要有赔不是的态度，赔不是还得我们走过去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告辞。小伙子，魅力挺大呀。我魅力在外头有没有不打紧，关键是能对你有吸引力便好。石老太太破口大骂：帮他调教妻子，本也是为了他好，抬举他，竟如此不知好歹。都是我的过错，我这就去谢家赔礼道歉去。我们敢去，他们敢接吗？不知道好歹。的确有些不识好歹了。谁不知道好歹？婆媳二人心里咯噔一声。母亲，谢怀谦虽是我的徒弟，可不是我的儿子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这做老师的，那等同于他的父亲，而我是你母亲，他也算我孙子，我还说不得了。自然说不得。你刻意冷落他的妻子，那不就等同于打他的脸？打他的脸难道不再是打我的脸？况且我收他为徒时，便知晓他已经成亲，他的母亲都不曾有半句不满。你们又是以什么身份嫌弃人家的村妇身份？身份是爹娘给的，谁又能保证自己的祖上就一直是达官贵人？瞧不起别人，殊不知就是瞧不上自己。二叔想必是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这样的心思啊。大嫂急着解释什么？难道说那些难听的话都是母亲说的，与大嫂无关？石老太太气得手都开始颤抖。哎呦，翻天了，翻天了！快来人，赶紧请大夫，老太太被大太太气晕过去了。往后我再去石家，不带你去了。那不行，我挺喜欢师娘的，不过今天过得还真挺有趣的。那老太婆和大太太似乎是瞧上你了，估计想叫我自惭形秽，最好自请下堂，重新跟你说个媳妇儿呢。小伙子，魅力挺大呀。我魅力在外头有没有不打紧，关键是能对你有吸引力便好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咱们没权没势的时候，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谁都想砍上一刀。拜师虽好，可麻烦事儿也不少。算是看明白了，咱们没权没势的时候，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谁都想砍上一刀。拜师虽好，可麻烦事儿也不少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以后这样的事情多着呢。离这会试还有几个月，石杰虽为他的老师，却无法日日教导。思索之下，便决定安排谢怀谦去国子监读书，白藤和蒋世旭也跟着一块过去，跟在白鹿书院一样，每一旬休息一日，如此一直到明年春闱才结束秋选。到腊月28，朝廷封笔开始休沐，29便是年30。因着谢怀慎未在京城，这个年注定没法团圆。可真够丰盛了。
这好歹是咱们在京城第1个年，怎么着也得丰盛一些。没错，咱们谢家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如今咱谢家又如此清醒，多亏婉儿。二郎，日后莫要辜负婉儿。真有那一日，莫说婉儿不会饶了你，便是我这当亲娘的也不会饶了你。若非舒婉，他们便如村里其他人一样，苟活于小村中拼命挣扎，哪像现如今，非但呼奴唤婢，还来了京城。娘，您这对儿子不信任，儿子心里，婉儿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这想法就对了，夫妻一体，成家之后，你们便是最亲近之人。大过年的，可别煽情啊！母亲且信我，总有一日，您和婉儿都将是旁人羡慕的人。好，娘信你。离着春闱还剩1个月，谢怀谦剩下时间便不再出门，国子监那边也几乎不再过去。白腾和蒋世旭也从国子监搬回谢家，三人几乎从早上一睁眼便待在一处，夜里入睡前，谢怀谦才回西院。因这春闱人数太多，初8傍晚便开始入场，所以白日里三人早早吃了饭便躺下休息，待傍晚时分便被喊起来做最后准备。还担心你们婆媳在家会担心，想着来宽慰几句，如今瞧着却是多想了。早经历过乡试，有经验了，所以呀，也没多大感觉。待舒婉一进被窝，谢怀谦便道：婉儿，你待我如此不同，我竟不知该如何报答。早经历过乡试，有经验了，所以呀，也没多大感觉。莫说会试，便是以前乡试，也是我不敢想的。能中举已经是我谢家祖上积德，能顺利参加会试，更是祖坟冒青烟。曾氏便放心了，本打算离开，却被婆媳俩拉着在谢家吃了顿午膳，这才被舒婉送上车离开。谢怀谦要连考3场，他考了几日，舒婉便在家中写了几日。不得不说，有电脑的加入，码字的速度直线提升。待2月17一到，舒婉新话本也写出来几万字。而在这时候，春闱也将结束了。作为一个心疼男子的妻子，舒婉套上马车，与黄彪早早的就去贡院门口迎接谢怀谦了。若你们3人能同时得中，便是最好。有人不中，也不需要惋惜，好歹积累了经验，日后再考也能简单。考中者也能帮忙啊。是矣，白兄也是如此说。科举考试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你们能平平安安考完会试，已实属难得。中则兴奋，不中准备下一科便是。你也可与他们说，若是不中，也可留在京城，一应花销正常范围内，我谢家可承担。好，这叫人才投入，便是为了日后你们3人同仇敌忾，共同扶持。晚些时候，两人洗过澡，舒婉回来，就见谢怀谦已经躺在被窝里，老老实实等着了。待舒婉一进被窝，谢怀谦便道：婉儿，你待我如此不同，我竟不知该如何报答。思来想去，唯有以身相许。舒婉大为震撼，谢怀谦这娇妇的毛病才好了几日，竟又犯了。夜色沉沉，最容易做些不得了之事。一大早天还未亮，二老爷、二太太，二老爷会试中了。谢二郎，赶紧起来了，你会试中了。什么？你会试中了。当真？婉儿，我中了。是，你中了，咱们赶紧出去听听，看看是多少名。3位老爷都中了。黄彪一开口，众人顿时欢喜起来。白兄这次可以心安了。二老爷，您中了会员。会员？众人吸了口气，谢怀谦和舒婉也是震惊不已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如今皇榜前，所有人都在猜测究竟谁是谢怀谦，小人恨不得大声对他们喊一声，会员就是我家二老爷了。黄彪也是格外激动，谁能想到当初心怀不轨被教训一顿，想着要拜师，最后却跟了这样的人物。不说黄彪激动，便是在场所有人就没有不激动的。会员，再进一步便是状元，谢兄就差一步。婉儿，我中了。是啊，你中了，你真厉害，你是前所未有的厉害。对，我很厉害。谢怀谦兴奋不已，竟一把将舒婉抱了起来。哎呀，你疯了！周围的人纷纷扑哧一声笑了。白腾老爷排名78名，
蒋氏旭老爷排名203名。二太太，一会肯定有官府衙役前来报喜，是不是该把喜钱都搬出来了？都搬出来。白藤和蒋世旭却面露难色，宁氏安抚道：“不必担心这些，你二人既然住在谢家，便不要管这个。有婶婶和婉儿在呢，早都准备好了。”闻言，白藤和蒋世旭心中一涩，感激之言都说不出口了。人正高兴着，外头敲锣打鼓之声传来：“恭喜博云省直隶随州府谢怀谦高中会试会员。”一座宅院同时3人会试中第，这便是妥妥的3位进士老爷。便是京城官员多，这样同出于一家宅院的还是非常少的。更难得的是，3人为同乡又为同窗，感情又好，日后相互扶持也为一段佳话。门口喜气洋洋，门内也是一派兴奋。都说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你我2人成亲之时，我尚未取得功名，着实委屈了婉儿。如今我得慧远，又为婉儿之功劳，怎可不报答婉儿？婉儿，来吧，为夫今晚任你处置。他脸色微红，闭眼张开双臂，舒婉眨眨眼，突然掏出手机，打开摄像头，咔嚓咔嚓的拍了几张照片。谢怀谦一愣，睁开眼道：“啊，婉儿。”来，嫂们，瞧瞧你骚里骚气的样子。谢怀谦眉头紧蹙，凑到法器面前瞧了一眼，大为震惊：“这是我啊！不然还能是谁啊？”婉儿，你觉得为夫如何？还不错，若肌肉再紧实些，多些腹肌便更好啦。如那2男人一般。哎呀，你快忘了那俩吧。然而谢怀谦却过不去这坎儿，摇头道：“我不能讳疾忌医，我要超越他们。这1年忙碌读书，晒肤色这事有所懈怠。娘子，来吧，大战300回合。”你真是醉得不轻。月初8，殿试开始了。谢怀谦3人一早便起来，便直接往宫中而去。殿试是在奉天殿举行，皇帝亲自出题，在奉天殿中作为主考官，而又钦定几位内阁大臣作为副主考官。正答题，忽然眼下投下一片阴影，谢怀谦笔记未停。谢怀谦不曾见过皇上，却也知晓在这大殿中穿明黄衣衫之人便是皇上，只稍稍停顿，又继续写下去了。好在旁边的人只站了一会儿就挪了地方，光线重新聚集，谢怀谦又飞快书写起来，直到夕阳西下，光线变暗，谢怀谦这才放下笔，检查一番，并无错字漏字或者需要寄回之字，这才交了上去。之后各自回去休息，谢怀谦才得以跟舒婉讲述他当时的慌乱和紧张。就只有紧张？一种从未曾有过的气势扑面而来，压迫的人头来，或许那便是久居上位者的气势。婉儿，我定叫你做这京城里最尊贵的女人。你忘了，宫里哪个女人不比宫外的尊贵啊？那又如何？这世道就是夫荣妻贵，只要我爬得够高，莫说宫里的女人，便是其他人也得对我忌惮，从而对你尊敬有加。杜大人的徒孙今年是会员。回皇上的话，是。殿试卷子呢？将考卷取出来端看起来。这样的文章放在第10名。回皇上，谢怀谦此人文章不重实际。不重实际，能提出如何耕种之事，虽不讲大国如何治理，却将如何让百姓填饱肚子论述得明白。裴卿是认为谢怀谦的问题会得罪士绅权贵。皇上圣明，是微臣想差了。哪里错了？该解决什么？该解决土地侵占问题，还民于田地。裴卿先下去吧，待朕看完再说。微臣告退。裴卿是认为谢怀谦的问题会得罪士绅权贵。皇上圣明，是微臣想差了。哪里错了？该解决什么？该解决土地侵占问题，还民于田地。裴卿先下去吧，待朕看完再说。
微臣告退。婉儿，待张贴榜单后，我们这一科之人恐怕都不会留在京城。黄彪已经捎信给大哥，叫他过来京城之事。你若外放做官，大哥是在京城还是跟我们一处？让大哥留守京城，再问问娘的意思，省得跟我们一起吃苦。你这么确定我跟着你去地方？你不与我一起？没说不去。那就好。婉儿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不管去哪儿都一样。你这样像没断奶的孩子，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奶娘。你做什么啊？你不是说我未断奶？这男人的脸皮已经厚得刀枪不入了。男人得了逞，舒婉也记不得那些烦心事儿。两人在炕上又痛快一次，待彻底躺平，天也亮了。状元楼身前举着什么？舒婉遥遥望去，就瞧见一行人马缓缓朝这边过来。打头一人身穿红袍，头戴纱帽，骑着一匹白马，再看那脸更是帅气逼人，叫人难忘。然而他手中比旁人多拿了一条条形旗子，上头写了7个大字：本人已娶妻，勿扰。旗子不算大，上头龙飞凤舞写的这几个字。沿途不少瞧热闹的人，尤其未婚少女，有些羞涩地往自己心仪的进士身上扔绢花之类，表达感情。莫说平头百姓，便是一些大家闺秀都藏身于两侧店铺，去找自己喜欢的男子。状元郎已经娶妻了。谢怀谦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，后面跟着的便是榜眼和探花。只是他那张脸，那面旗子，都足以吸引众人的目光。二郎，他是状元？是，第1名，状元郎。舒婉含笑点头，不是那面旗子，真的没法说。楼上舒婉瞧着谢怀谦，突然将手中帕子扔下去。谢怀谦心中欢喜，忙伸手接住，又向舒婉扬了扬。谢兄，这是何人啊？总不会是你红颜知己吧？那是我娘子。难怪谢状元要写这棋子，是因家中有美妻，瞧不上其他人了。3人都笑了起来，只有谢怀谦知道他家舒婉是有多好，直接将谢怀谦喊过去，将一文书递给谢怀谦。即墨县。之前虽有所猜测，却未曾想过会是一个下县。大部分2甲进士去的都是上县，而他作为状元去下县，很难不让人怀疑是故意针对。这是你师爷的意思？师爷，杜大人，你师爷的意思是，上县发展更好，想出政绩也难。要出政绩，早日往上走，必然得去下县。师爷如此安排，是怀疑倭寇与我朝人员有所勾结，想叫我肃清当地倭寇。陛下命人偷偷去查看一番，才知莱州府真实状况。陛下想要革清当地官场，势必要选用人才。你师爷这才推举了你。所以，学生此去即墨县危险重重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重蹈覆辙。此去我会找人护佑你左右，保你安全。能做出政绩最好，如若不能，便保护好自己，莫要逞强啊。此去莱州府前途未卜，若有可能，希望老师能帮忙觅得一懂医术之人，一应花费，谢家可自行承担。你是担心会有人从吃食动手？从石家回去路上，谢怀谦便一直琢磨此事。这大概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了。当朝状元不做京城，反而去做一下县的县令，这即墨县令不好当。是，我有些不想带你去了。不带我去啊？可我偏偏想去。婉儿，你是因为舍不得我？有一点吧。这个时代的倭寇，那不就是后来的本子国？唉，果然从古至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自己人不能下手，要讲究一点。那对上倭寇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重操旧业，来个水果消消乐啊？那你去之后会看倭吗？婉儿，你问这做什么？你想看倭，当个女将军？我对看倭感兴趣，对当女将军没兴趣。听你所言，你去那边危险重重，可在如此情形下，石大人和杜大人仍旧赞同你去，便不仅仅是做个县令吧？老师的意思是，
皇上有意叫我去调查清楚前任县令的死因，若能解决倭寇问题，再好不过。可你没有兵权，只有治安管理的权利，除非倭寇直接进攻县城，否则你没法打击倭寇。皇帝是不是想搞明白倭寇想要开海禁啊？二老爷，宫里来人，请您进宫去。脑子放聪明点儿，多给自己要点筹码。好。人和钱缺一不可。这大晚上的，嘘，既然这个时辰喊他进宫，那必然不能宣扬。哦，我们绝不透露一点。此去我和黄彪都会去，我向你保证，必定会保护他的安危。婉儿，保护好他，也顾好你自己，你们都得好好的回来。好，回来啦。你猜的没错，皇上是想开海禁。既然皇上有意，那咱们去了就先去把倭寇搞定，要是能拿到兵权就好了。咱们？不然我为什么跟你去啊？忐忑不用，这是他的机会，或许不需要他慢慢的爬上几十年，如此信任自然是因为他的老师和师爷，否则便是状元又如何？婉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他打开包袱，里头竟有一个卷轴和一把长约40厘米的剑。这是圣上给的圣旨和尚方宝剑，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先斩后奏，而这圣旨则能调动鳌山卫和灵山卫士兵所用。婉儿，圣上信任老师和师爷，便也信任我，他将这重担交到我身上，我必定不能让他们失望。谢怀谦不过是个官场菜鸟，如此阵仗，真不知叫人说什么好了。那就干他娘的！干他娘的！第二日一早，石杰亲自送了2个人过来，胖一些的高大魁梧叫边魁，精通医术，对毒颇有研究；另一个瘦一些的是石杰给准备的师爷，名叫严于奇，到那儿后能帮助谢怀谦。边魁当年得过老爷子恩情，此时被喊来也是为报当年之恩，但他只能跟着你3年。老师，如此大人情，竟用到我身上来了。你莫急这个，原本按照你的才学，便是不留京城去地方，也能为一方同知或者通判，然而却要你去个下县，便是从6品官职也只是县令。说到底，还是因我和你师爷之故。那严于奇是你师爷府上幕僚，别看只是秀才出身，却是个有大才之人，有他跟着，你师爷也放心。这些都是我们为你安排，不光是为你，也是为我们师门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轻松些，保住性命，等你回京。是。这死老头子，自己的徒弟都不知道护着，竟送去这么远的地方。此时石杰一声不敢吭，任由曾氏说个痛快。骂完这些，曾氏又叫人收拾出2包袱出来，这是为你们制作的冬衣，到那边啊也不用再置办了。到地方上化用的地方多，莫要担心这个，该收买人心便收买人心。有时候威压再大，都不如这个好使。曾氏又偷偷给舒婉塞银票，舒婉认同这说法，但银票却坚决不要。师娘，您忘了，我家大哥经商，谢家并不缺钱。行吧，那你与你大伯哥说一声，石家就是他的靠山，找铺子的事儿啊，我找人跟他一起。记住，谢家和石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切莫自己撑着，或者叫人欺负了，不然那丢的是石家的脸，也是丢的杜家的脸。好，明日便要离开京城了。再问归期，却不知人生几何。2人好歹躺下，谢怀谦又挨挨蹭蹭过来。你干什么？明日便要出发了。就因为明日便要启程，今晚才该痛快一番，不然路上那么多天，那得多难受啊。谢怀谦说的时候，就像一只虫子一样往舒婉怀里拱，舒婉哭笑不得。你这属什么呢？我去！谢怀谦根本不给舒婉拒绝的机会，直接就钻进去亲了上去。舒婉哭笑不得，推又推不出去。这男人深谙撒娇卖乖之道，
便是想生气都气不起来。前程什么的娘不管，只求你们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归来。瞧着他这样，舒婉也生出不舍。从逃荒到随州，再到京城，还真未曾与宁氏分开过，嗓子里只觉得堵得慌。你们走吧，我会叫人隔几个月送一次银子，能用银子解决的，咱就用银子解决。时候不早，几人上了马车。儿，我们定要活着回来。那是自然，我还没好好享受呢。9日的路程行至第2日，这才出了济南府。过了济南府，又走5日，到达高密县。而从高密到即墨县，在马车行走2日便能到达。夫妻俩在马车上用晚膳，谢怀谦将方才自己的猜测告诉了舒婉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到了即墨县，也可能会遭到这些人的辖制。没错，这些都是地头蛇，不得不防。可若任其发展肆意妄为，我很可能就是第2个罗大人。既然不听话，换了就是了。可县衙里这样的胥吏并不在少数。衙门需要胥吏，是因为有些事得他们去做。可若这些人不听你指挥了，留着是给你当爹还是当祖宗啊？或者说等着他们使唤你？整个即墨县多的是青壮年，我就不信找不出几个正义之士为你所用。不听话的干部就完了，就算明面上不能收拾，私下里我去赶了对方便是。这2日黑衣人的袭击，真的将舒婉藏在血液里的好战因子给激发出来了。本来以为咸鱼躺着找个大腿抱着挺好，结果找的齐王大腿还没抱上，2口子又出京城到地方了。既然背后有人撑腰，那怕什么？干就完了。便是要打杀，也要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。不听话就打，打了还是不服，那便直接杀了。为了早日达到即墨县，一路上马车比往常赶得更快一些。走了不多久，便进入即墨县内。谢怀谦思索一番后，将速度慢下来。遇到庄稼地时，便下车前去查看庄稼长势。谢家本就是泥腿子出身，早些年在安州府时便得下地干活，对地里农桑谢怀谦非常清楚。舒婉瞧着他神色，给他倒了杯水。你这是为这些地生气？我气也无用。其实这种情况在整个大周都实属正常。普通百姓无地耕种，或者守着几亩下等田艰难度日，还要承担沉重的税收，而土豪大族占据大量良田，却还要免税。如此下去，百姓越来越穷，不得已卖田地做佃户。长此以往下去，大周的税收才会越来越差。舒婉不禁怔住，不曾想谢怀谦竟是个心怀天下之人。你想改变这一现状？是，我想。附近一地主不知从何处得知县令大人途经此地，竟浩浩荡荡带着人过来招待谢怀谦一行人。这是我家2位女儿，若得县令大人看中，可随身服侍。谢怀谦脑子嗡的一声，这还没到即墨县，便有人公然以美色贿赂我，这还得了？大人若是不满意，小人家中尚有一女，今年刚过13。一听这话，谢怀谦怒气更盛。舒婉在一旁听的都忍不住皱眉头。你这人还真是个好爹，生了闺女就是给你当玩物当礼品用来送礼的，生在你家可真是倒了血霉了，连才13的孩子都不放过。上一届县令不识趣儿已经死了，这一个他不认为对方还不识趣儿，而且这个看着年纪更轻，长得也更俊俏，做他的女婿倒是勉强合适，就是旁边的母老虎有些碍事。庞地主招了招手，身边的下人递过来一个荷包，看着鼓囊囊的，一看就知道里头装的什么。庞员外家产倒是丰厚，还成，勉强糊口。这是小人孝敬大人的，还请大人笑纳。谢怀谦看着那钱袋子，突然啪的一巴掌甩在庞地主的脸上。大人，此人竟敢贿赂朝廷命官，这是侮辱本官的名节，给我打20板子，让他长长记性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了我父亲吧！还不快哀求大人！大人若是不收你们，那我今日便是被打死也不能瞑目。就是你们不孝，
太太，求您收下我们姐妹二人吧，我们姐妹肯定不会跟太太争宠的。我们好生的服侍大人和太太，绝对不会贪心的，求求您了。你解决吧。说完，转身直接上了马车。谢大人，请笑纳。给我挡！谢怀谦说完，黄彪的4个徒弟二话不说，过去将庞地主一脚踹地上。我来打！竟敢破坏我们二太太的家庭，跟我们二太太抢男人，这不是阎王坟头拔草吗？简直是找死！别把人打死了。是，您放心，我指定给他留口气。砰砰的打了起来。爹！大人，求您饶了我父亲一命，我们姐妹二人以身相许，只求您饶了我父亲一命。快离我远一些！黄彪，快来救我！有人要谋害朝廷命官。周围看热闹之人瞧着如此情形，不禁笑了起来。干什么？你们俩想要谋害朝廷命官吗？你们可知谋害朝廷命官是什么大罪？谢怀谦的斥责并不能叫二人退后几分，可黄彪此人长得粗壮，又有些凶神恶煞，眼睛一瞪，便叫人心生恐惧。那边庞地主的板子也已经打完，谢怀谦站在马车架上，瞧着四周看热闹的人。我乃金科状元，身负皇命，来此地任即墨县令。不想才进即墨县境内，竟碰上如此邪恶之人。今日敢拿亲生女儿和银票贿赂本官，往日不知用过多少手段贿赂官员，又是如何鱼肉百姓？谢某既然为本地父母官，便该为本地百姓谋福祉。若有人曾被庞家欺负过，大可往我这告状，只要证据确凿，本官定不包庇。大人不可！谢某为即墨县令，还需要你教我如何做官不成？本官今日便将话撂这儿了，但凡有冤屈，必定不包庇，以此为誓。奴家愿意伺候大人。如此不听人劝，试图勾引朝廷命官，还不知究竟是何心思？难不成想为父亲报仇，然后谋害本官？打5大板！他说完，黄彪的徒弟便过去，两人一组，啪啪的将庞家俩姑娘打得哭天抢地，围观众人甚是惊愕。今日本官既然已经得罪了庞家，日后便不可能重修旧好。既如此，还有何可怕？本官今日放下这话，若有被庞家欺辱之人，便可往我这来登记。说着，严于启举着一本册子站在他旁边道：我家大人师从京城翰林院学士石大人，师爷可是当今赐府杜敬云杜大人。我家大人都不怕这些魑魅魍魉，大家又何须怕他们？只管过来登记便是。谢怀谦惊讶看了严于启一眼，严于启朝他笑了笑，便摆开阵仗打算登记。如今的县令背后背景庞大，那定然更安全。此等事情一旦有人开头，其他人纷纷效仿。庞地主眼见着告状之人越来越多，他转身想走，却被黄彪一把抓住。我家大人尚未发话，你走什么走？你待如何？不待如何，听从我家大人的命令便是。你家大人尚未到达县衙交接，又无官印，在此如此凶悍，便是私设公堂。我不服，我要去莱州府告状。舒婉拎着一个盒子出来。你说这个啊？他打开盒子，里头赫然便是县令的官印。早知前任县令身死，不少人说官印丢失，却不想竟在新任县令手中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我得回去找人报信。庞地主转身想跑，谢怀谦大喝一声道：将这鱼肉乡里拿钱贿赂官员，企图对朝廷命官行凶之人，都一并拿下。大人三思啊！儿，我的自信是你给的吧？对方身后靠着的竟是杜阁老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打算杀鸡儆猴？是，若今日我轻拿轻放，就此放过庞地主，在百姓中的威望会直线下降。既然碰上又看着不爽，不如干脆当众将人审问，然后迅速拿下，也好叫即墨县内的豪强地主都有个忌惮。那你就不怕他们背后之人狗急跳墙？我便是就此放过，那背后之人便不动手了。这来的路上两拨刺杀的人马，
他们根本就不想叫我进入即墨县内。你只管做就是了。婉儿，我的自信是你给的。而庞家人也终于听到消息，庞地主的二弟带着一众家丁携枪带棒前来，将一众人等团团围住。谢大人好大的官威啊！竟在即墨境内无凭无据白抓人，是何道理？谢怀谦抬头看他一眼，拍了拍旁边的钱袋。这就是证据。贿赂朝廷命官，拿亲生女儿企图以美色贿赂官员，意图谋害官员。再拍一下手底下的册子，愤怒道：欺男霸女，侵占良田，不论哪一项都足够我抓人。你也是庞家人，既如此，给我一并拿下。是。狗官欺人太甚，给我将大哥抢回来。二弟，不要！竟敢意图谋害朝廷命官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抵抗者格杀勿论。好嘞。舒婉就喜欢这话，当即提着砍刀冲了过去。这事儿往哪儿去讲理，也是谢怀谦在理。民告官那是大罪，何况庞家本身就不干净。大家无需担心，我便站在这儿，就看他们有没有本事伤到我一根毫毛。本官初到此地，竟被当地豪强欺辱，今日之事，本官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谢县令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放了我大哥，给我们庞家赔罪。今日之事，本官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但本官要捉拿坏人，需要一些衙役，不知有哪位乡亲愿意帮助本官捉拿坏人。待来日到达县衙，定会从中挑选忠勇之士，补充县衙虚吏之职。我们庞家可是本地有名的积善人家，欺人太甚。就你们一家子还积善人家，豺狼虎豹还差不多。就是没一个好东西。谢大人，小人田家镇人士，一把子力气，愿意为大人出力。小人田立民，家中妹妹被庞家抢去，不足半年便死在庞家，愿为大人差遣。一个个青壮年站出来，挡在谢怀谦身前。如此情形，不说谢怀谦，便是庞家人也是正在当地。尔等23人，从即刻起，都为我即墨县衙临时衙役，待来日考核通过，便为我县虚吏。愿意听候大人差遣。一个外来的来咱们即墨县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他背后有人，却远在京城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咱们又不是没人，怕个屁啊！今天就非得叫他这嘴上没毛的看看，在这即墨县，在这田家镇，究竟是谁说了算？谢县令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放了我大哥，给我们庞家赔罪，不然，哼！你怕是不知道前任县令是怎么死的吧？二弟，大哥，怕什么？严先生，可都记录在册啊？小人已经全部记录在册。庞家不做人，竟想谋害朝廷命官，我已经将他们的言行全部记录下来。不知哪位老乡愿意作证签字画押？我也愿意。给我上！欺人太甚！给我上！欺人太甚！舒婉迈步而出，在众人惊讶中飞身上前，却是一脚将人群中的庞二踢翻在地。你这个小贱人，还不放开我！他每骂一句，舒婉便踢他一脚，没一会儿嘴巴肿得看不出形状。早这么安静多好。谢怀谦将收拢上来的人手登记在册，叫他们将庞家2人还有一干家丁全都绑起来。你什么打算？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一句话。什么？打土豪，分田地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舒婉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。今时今日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既然要做，那便做个大的。舒婉看着他，突然察觉自己以前对他的印象过于片面。这个男人进步的实在太快，环境造就人才，也能催着人成长。短短几日功夫，谢怀谦的变化不可谓不大。这个男人我果然没有选错，以前的他多弱小，现在的他就有多强大。谁敢再说他是樵夫？
谢怀谦跟众人告辞，这才进来。进来马车的一瞬间，腰塌下去，脸垮下来，一头扎进舒婉的怀里。娘子。此时的谢怀谦与在外头的为民做主的谢怀谦有着很强的割裂感。他才夸过他不再是娇夫，而是沉稳的男人，却不想车门一关，谢怀谦秒变娇夫。外头的东来赶着车险些没摔下去，努力让自己放空，不要去听他家老爷说的话，实在不像样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赶紧起来。不起。谢怀谦在他怀里找个舒服的姿势，抱着他的腰，竟然就这么睡了。看着他的侧脸，胡子拉碴的，舒婉也不忍心再推他，索性挪个舒服的姿势，好让他更舒服一些。谢怀谦是真的累了，中午时都未曾醒来，下午时总算瞧见即墨进城。